新闻播报：紧急提示！根据全球联合勘测，目前太阳耀斑剧烈活动即将对蓝星大气层造成强烈影响。据报道，蓝星即将进入第5次冰河世纪，全球温度将在这一段时间内骤减。一颗小行星预计将在1个月后和蓝星碰撞，可能会对蓝星造成毁灭性破坏。我准备了10年，这一天还是到来了。丁，检测到宿主拥有了合格级避难所，系统开始绑定中。丁，末日避难所绑定成功。系统，我终于开启你了。10年前，潇洒莫名其妙穿越到了这个世界，所幸他穿越来的这具身体居然是一个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富二代，郊外还有一块3000平的土地。在这时，系统就出现了，但是他却被告知这个世界即将全球灾变，进入末日，而他想要开启系统，必须要拥有一个优良级别的避难所，所以他花了10年的时间，用家里的全部资产打造了这个地下避难所。里面有大量的物资以及住所、制暖室、发电间、植物培养室等等必要设施，而入口就在地面上的别墅里。我得好好研究一下刚绑定的系统。丁，个人避难所，拥有者潇洒，面积989平米。根据设施评测，非常好的避难所可以抵御部分人为灾难，但抵御天灾还尚且不足。评定等级为 S 级，获得系统初始奖励1万生存点。系统提示：第一波灾变是太阳耀斑爆发，会在3天内破坏掉大气层，紫外线会直接将人体细胞全部杀死，全球温度将上升到50摄氏度，3天内冰川开始大量融化，海平面的上升将淹没大部分地面，淡水资源会极度缺乏。看来恒温和饮用水净化是目前最重要的，还有避难所的抗震防水，那就先把避难所的外层防护等级先提高吧。系统升级避难所外层防护，提高厚度和抗震、恒温等级。收到，将进行避难所外层防护升级，扣除1600生存点，剩余8400点。已升级为高强度合金外壁，防水、抗震、恒温均达到了3级，坚硬程度，人力无法破坏，现可完美抵御第一波天灾人灾。这样应该足够坚固了吧？不知道饮水系统该怎么升级？上面说可以升级为智能饮用水系统，升一下试试。系统升级为智能饮用水。丁，收到。已升级为智能饮用水系统，可完美净化水资源，而且根据宿主要求，会自动变为可直饮的冷热水、饮料、咖啡、牛奶、红白酒。升级一共花费1000点，剩余7400点。这个系统太骚了吧，居然可以变为咖啡饮料，太爽了。虽然1000点有点贵，但是没有追求的末日生活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我来试试，来杯咖啡。这波不亏，赚大了。就是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先去看一下外界情况吧，然后再做升级打算。把东西交出来！救命啊！站住，不许动！各位市民请注意，各位市民请注意，请不要慌张，政府已经在准备避难所，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太晚了，短时间内这么多人根本无法安置。我之前找市里领导谈过这事，但是人家把我当傻子，现在来不及了。昨晚做了个噩梦，梦见避难所被攻破了，不知道这次灾变会持续多久。哈哈哈，老子抢到枪了！你们所有人把物资都交出来，不然都给我吃枪子儿！不交是吧？给你们个忠告，别去相信什么官方避难所，我们这种平民不可能进得去，就算你们进去了，日子也不会好过。或者选择跟着我，东西我来分配，每个人都会有，大家一起行动，不但更自由，而且只要我们占领了一个富豪的据点，那不是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反抗也可以，那就吃我一颗花生米好上路。末日最危险的情况已经开始了，天灾能躲，人心难防。这才第2天，所有的商铺超市就全部被洗劫一空了，普通家庭就算躲过了天灾，也难逃于这些强盗之手。虽然我的避难所很坚固，但未雨绸缪，我需要武器，还有网络和监视器，这2个东西没了，就和瞎了一样。系统，我想升级网络和监控系统。丁，收到。网络和监控是一体的，升级监控系统后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人卫星，等级越高监控范围越广，同时带有警示功能，只要有人入侵到设置的报警范围，都会响起警报。卫星自带网络，可接入全球所有服务器。升级后剩余6000生存点。我靠，这么牛！升级，这个可不能少。丁，升级成功，现在监控系统已经可以监视整个江城市。现在就还差武器了，系统，
能建造科研所吗？丁，可以，免费建造，但是零级建筑，需要升级后才能正常使用。那最好，现在这情况要自己造房子是不可能的了。系统，建造科研所并升到1级。丁，科研所已建好，在外面可自行去查看。我去，这是啥？这么大一坨，就像科幻片里的太空基地一样，看着这么牛，能造什么东西呢？这就是传说中的赛博朋克实验室吗？感觉我和这里格格不入啊。不过看起来倒是挺屌的。系统，目前能造些什么武器呢？丁，科研所能建造各种武器和人工智能机器人。武器的话，目前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枪支武器都可以造，另外还有一些领先于这个星球的武器，如等离子手持炮、空气炮、手持激光发射器等。不过这些目前等级不够。我感觉我要无敌了。系统，先升级武器研发方向。丁，已成功升到科研武器1级，现剩余5800点。让我看看目前能造的有些什么。子弹建造等级1，所需材料铁 0.1 kg， 沙漠之鹰 AK47， 加特林，还有这些啥枪，等级不够看不到介绍。还有防弹衣和头盔。目前来说够用了，就是感觉买不起啊。虽然只需要铁，不需要其他材料，但我现在也没那么多铁啊。系统，能兑换材料吗？丁，可以，生存点可以兑换任何材料，10生存点兑换1公斤铁。我去，太贵了。按最低配置，一把沙漠之鹰加50颗子弹，至少要70点。这个系统其他方面都好，但是在武器上是真抠啊。算了，先搞一把吧。系统，兑换7公斤铁，并制造一把沙漠之鹰和50颗子弹。丁，收到，制作需要10分钟，稍等片刻。这个系统造其他高科技1秒就出来，造个枪需要10分钟，无语。是希望我苟在基地尽量不出去吗？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铁资源的确是个问题，下一步怕是要想办法出去搞点回来了。趁着等待武器制作的时间，来看看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太阳耀斑虽然导致了外面的供电不足，但目前并没有彻底断网。论坛上都是些求救信息，现在这情况，除了官方，谁敢去救人？去了怕是人都没了。估计大半都是强盗团伙设的陷阱。有个收废品的老板想用500公斤铁换食物，这还真是瞌睡刚来就丢来枕头。这500公斤搞到手，够造一批武器了。老板，铁怎么换？100斤大米，10斤肉，10斤蔬菜和水果。诚心要，别狮子大开口。按现在这个行情，一口价10斤大米，同意就给我发地址。兄弟，你这砍价不按规矩来啊？正常不是先砍一半吗？30斤大米，要就来换。别磨磨唧唧，食物现在贵上天，饿死了谁要你的铁？好，成交。地址在郊外通湖大道3段115号。你多久能到？别急，到了我会通知你。怎么会不急？我都1天没吃饭了，9斤。我可以少要1斤食物，你能不能在1个小时内赶到？到了我会联系。这个人怕是也有问题。丁，沙漠之鹰和50发子弹制造完成。不错，有点重，这玩意儿好像在外国都是用来打猎用的猎枪，威力大，但使用起来有点难上手。下次还是别装逼了，造点实用的吧。这下有了武器，得去把那些铁搞回来。下面插播一条消息，太阳耀斑下一波爆发时间预计会在30分钟后，请各位市民尽快通知外面的家人朋友，赶快回家，不要暴露在太阳底下。我靠，太阳耀斑怎么在这个时候准备爆发了？这是在逗我啊！看来想不苟在避难所都不行了。赶快回家，这些铁很重要，要想个办法。对了，之前系统不是说可以造人工智能机器人吗？系统升级科研所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丁，升级成功，现还剩余5200生存点。你现在可以制造低级机器人了，等级越高，机器人的智能化越高，能力越强。具体你可以去科研所查看。这就是生产机器人的地方吗？越来越科幻了。系统现在能造什么机器人？丁，目前能造的只有普通一代机器人，能搬运、搜索、战斗，具体信息如下。普通机器人都这么强吗？那后面的高级机器人不逆天了？这个制造材料我都没有啊，又要靠兑换了吗？看着就不便宜的感觉。但是现在耀斑再次爆发，以后只能晚上出去了，这样危险系数又太高，看来再肉痛都要搞了。系统兑换5个机器人的材料并制造。丁，收到。5个机器人制造时间需要5小时，兑换材料后现剩余3800生存点。心痛的感觉，生存点越来越少了。算了，先去休息一下再来吧，5个小时还早着呢。终于要出来了。
虽然只是纸风机纪文，但是真正的看到后也太震撼了。这个生存点没白花，太值了。有了这几个机器人，我出去办事就简单多了。走，跟我出去，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卧槽，出乎意料，本以为会很笨重，居然这么灵活，而且力量太强了。只可惜我这没有打靶的地方，不然我还想看看他们的枪法。不过这已经让我很满意了。不错，不错，下一步就派他们去帮我完成交易了。1、2号留下，守在避难所外面保护避难所。3、4、5号去郊外通湖大道3段115号，与废品站老板交易500公斤铁带回来。记住，6斤米兑换500公斤铁，到手后以最快速度回来。指令接受成功。有了这几个机器人，这次交易任务就稳了，就算是陷阱也无所谓。更何况还给他们配了一把枪。第一次派遣机器人，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这些机器人叫他们以最快速度完成，他们居然选择走直线，穿越树林。不过这好像也没啥毛病。交易物资，检测到有危险。如果不想吃枪，子的话，这是啥？机器人。危险解除。这枪的威力果然惊人，只是用在这里好像有点过了。不过这些机器人的表现的确很优秀，剩下简单的搬运工作就让他们自行完成吧。我先去搞点吃的，肚子饿了。要说厨艺，那我还没怕过谁。拍张自拍照发网上，气他们一下。发送，估计要被骂死。凡尔赛一下。丁，500公斤铁收集完毕。这些物资都是在末日里非常重要的资源。系统奖励生存点600点，剩余4400点。原来只要收集资源就可以获得生存点。那理论上，我只要想办法搞到外面的资源，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得生存点，然后再把系统无限升级。但是资源信息这个要怎么获取呢？要不发论坛上试试？刚刚发布的自拍照已经有反应，引起骂声一片。有条私信。兄弟怎么称呼？我叫杜龙，是江城家乐福超市的老板。食物我现在不缺，不过我看你刚才的自拍照，应该是住在高级避难所里吧？交个朋友怎么样？我可以免费给你提供一些金属物资信息，我只希望你能给我提供一些有关末日的情报就行了。毕竟能住在高级避难所的人，我相信关于末日方面的信息，你应该会接触的比较早。到时候招呼兄弟一声就行了。既然你这么诚意满满，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的确知道一些末日的信息，至于能告诉你多少，就看你提供的金属物资信息有多少了。大佬，一定多提携小弟我一下。江城的金属物资的确不多，逃到官方避难所的有3家，城北大道238号有一家钛合金厂，郊外江宇大道316号也有一家钛合金厂，老城区汇通大道771号有一家钢铁厂。这3家的主人不在厂里，大佬有需要可以去取。至于其他厂的主人还在，我就暂时不多说了，望大佬理解。另外，郊外西岭山有处铁矿，我立马派人去查看，如果是真的，会给你回复。这个杜龙连主人在不在都知道，怕也是有点来头。这些资源我能都搞到手了，得获得多少生存点啊？想想都起飞。工厂的物资可以直接叫机器人搬，矿区如果没有存货要先开采，那就暂时没办法了。不出意外的话，系统里应该有矿工机器人吧？毕竟矿在末日是稀缺资源。算了，以后再说吧。机器人1、2号去城北大道238号、江宇大道316号、汇通大道771号搬运金属物资，3号负责沿途护送，速去速回。指令接受成功。大早上的，手机响个不停。丁，宿主终于睡醒了。截止到现在，机器人已成功收集2100公斤铁、1800公斤钛合金，奖励1500生存点，现剩余5600点。爽！看来杜龙给的信息的确是真的，而且到现在机器人都还没搬完全部。小哥哥，谈恋爱吗？我欲解阴，包吃住就行。帅哥，喜欢的吗？我很给个地址呗。大，我看你是年龄大吧？一大早就把人弄得热血沸腾的，骚扰信息太多了。发布信息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金属物资信息交换实物，
金属物资信息交换实物，真是无语啊！大佬，你在吗？我叫梁宽，我知道一处中型铁矿区，我以前是那里的工人。这个消息能换实物吗？好，如果是真的，我可以给你20斤大米，外加5斤蔬菜。真的吗？大佬，你可别骗我啊！矿区地址在通湖路377号。你放心，今天晚上我就派人去开采。如果是真的，晚上你就会收到实物。看来是时候升级研究基地，然后去开采矿区了。系统有开采矿区的机器人吗？丁，没有专门的矿区机器人，但是有小型可移动矿区开采基地，升级科研所即可制造。可移动矿区开采基地，这个难以想象会移动的基地。管它了，造出来就知道了。系统升级科研所，并制造可移动矿区开采基地。丁，收到，科研所已升级成功，移动开采基地制造需要6小时，请等待一下。现剩余1720生存点。靠，好贵，希望物有所值吧。我还想升级植物培养室呢。如果以后来换食物的人越来越多，以我目前的存储量，怕是吃不消。而且我还想招人帮我采集能源呢，全靠机器人，我可造不起那么多，还是人工便宜，给食物就行。系统，植物培养室升级后有什么好处？丁，升级后培养室无需人工操作，自动栽培收取作物，每升1次级，植物成熟时间减半，且可以2次成熟，种植面积扩大500平米。系统，升级植物培养室。丁，升级成功，目前的培养室养活100人轻松没问题，现剩余1520生存点。不错，这样食物压力就小了。移动采矿基地还有5个小时才制造完毕，先休息一下吧。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官方避难所已全部完工，地点在郊外高速入口处，请还没有赶往避难所的居民迅速前往。官方避难所也全部完工了，速度倒挺快的。那个地方离这里有100多公里，看来我要抓紧时间和官方抢人了，不然都去了官方那，我去哪招人来给我收集资源？对了，发个信息给杜龙，看看他有没有合适的人，我也将就告诉他一点信息，作为他昨天的信息回报。大佬牛，我知道了，人的话我会帮你留意。丁，可移动矿区开采基地制造完成，因为太大，所以在避难所外面可自行查看。该基地可在矿区自动铺开，形成开采区，自动采集资源。这好炫酷的感觉，和我玩的战略游戏里的基地车好像，功能也类似，都是可移动，铺开就是基地那种。不管怎么说，现在采矿问题算是解决了。采矿基地前往通湖路377号矿区进行资源采集。这采矿基地帅爆了！丁，采矿基地已经开始运作，检测到高能量波动，预计可额外开采出2至4颗能源石。注意，能源石如果是机器人采集，会被机器人直接吸收，如需要收集，只能人工开采。该采矿基地目前可雇佣工人20名。能源石，太棒了！但是只能人工采集，看来这一下不招人都不行了。1号机器人带30斤大米、7斤蔬菜前往北西路122号，送到房主人手里再回来。先给梁宽一点甜头，让他做我的第一个工人吧。看来网络的确是个好渠道，特别是现在这种大家都出不了门的情况下，我得好好利用。我记得江城好像有个大型聊天群，有空我得进去看看。这3天内，潇洒靠着食物的诱惑，招了20人在矿区工作，并且通过网络发布金属物资换食物的消息，成功发动了大部分未去官方避难所的人每天外出替他寻找物资，积攒了大量的生存点。这几天积攒了好多生存点，准备升级一下科研所吧。这是地震，糟了！这几天忙着收集物资，把地震这事忘了。我本人的避难所没问题，但外面的人……丁，进入第2阶段灾变，第5次冰河世纪爆发。系统，我现在的避难所能否度过第2阶段灾变？丁，目前避难所可以完美抵御人为灾害以及大部分天灾，但第2阶段灾变的存活率仅为60%。果然，面对如此可怕的末日，就算是有系统，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存活下去的。丁，为应对第2阶段灾变，
系统将进行自动升级，升级预计花费2小时。网络上没有人发信息，不会是都死了吧？不可能，应该是网络基站被地震破坏了。丁，系统升级成功。目前，系统检测到地震已经结束，江城90%的人因为你发布的信息而外出寻找物资，所以人员伤亡并不多，死亡人数低于1%。系统奖励生存点8000，避难所成功度过第1阶段，奖励8000，现剩余生存点20660。本次系统升级，增加城市建造模块，可建造保障城市安全的各种设施。提示：人口是极为重要的生存点来源，若想撑过后面几轮灾变，请尽可能保证人口数量。看来自己的目光不能再局限于自己的小小避难所了。当前任务必须先把城里的网络恢复，系统升级通讯基地，接入并恢复江城网络。丁，升级成功，现在可以覆盖整个江城，江城网络已恢复。多谢关心，我活得好好的，物资兑换实物现在依然有效，搜集到后联系我。要不要把后面的洪水情况告诉他们呢？说了怕引起恐慌，但不说的话，就像之前的地震，还好最终没有造成太大伤亡。算了，还是告诉他们吧。现在江城的安危只靠我自己，很难，还是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行。我现在发布一条消息，至于你们信不信，随意。太阳耀斑的爆发导致了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这次先到来的是地震，而几天后，恐怖的洪水将会来临。江城是你们的家，也是我的家。我目前有能力建造江城的防洪设备，但是我需要大量的砂石，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做好原料收集。当然，我不会让你们白忙活，砂石一样可以兑换食物，希望我们能共同挺过这次灾难。对啊，地震过后，房子都不能住了，这有点麻烦啊。江城目前流离失所的至少有6000人，要解决那么多人的住宿问题，还真是不容易，大佬不好当啊。系统，目前的城市建造系统有大型的避难所可以建造吗？丁，有的，科研所升级到5级就可解锁大型防灾避难所，可移动，能抵御大部分地震，且能保暖防寒，可住200人，极限入住1000人，升级需要5000点。好贵，不过如果能解决他们的住所问题的话，我的声望也会提高，后面做事情也会方便很多。说的再自私点，也只有保证了人口，我也才能抗得过后面的灾变。系统，科研所升到5级。丁，升级成功，剩余14960点。每个避难所极限入住1000人，那6000人就是需要6个大型避难所。系统，兑换6个大型避难所的材料需要多少生存点？以我现在的材料，肯定是不够的。丁，兑换所需材料需要9000点，需要兑换制造吗？兑换。丁，制造成功。避难所太大，请问需要放在什么地方？这么快，为什么武器和机器人那么慢？等我看一下地图。就在这吧，医院的抗震等级高，现在应该还能使用，而且周围比较空旷，地势也稍高一点。收到。对了，系统，这个大型的避难所，如果我需要它每日扣除1名入住人员1点积分，并且可以随时提醒入住人员，能做到吗？丁，这个很简单，可以免费提供他们住所，只怕时间久了产生惰性。现在大灾当头，这种惰性可不太好。住所问题我可以解决，不过不是免费的。避难所里每个小房间可以住10人，每天每个房间需要1积分，这个不过分吧？10人，每人轮流给1天，相当于10天1积分。积分可以拿收集的物资换。对了，避难所的位置就在城西医院旁边，大家已经可以前往了。丁，您解决了城市流离失所居民的居住问题，系统奖励6000点，剩余11960。还不错，看来只要解决了城市问题，都可以获得生存点，是个正向循环。现在洪水也快来了，寒潮也要来了，这双管齐发，让人难以招架。新闻播报：接下来3天内，全国会迎来一次大降温，气温预计会骤降20至30摄氏度，注意防寒保暖。还没有前往官方避难所的公民，请抓紧时间赶往离自己最近的避难所。插播一条消息，据记者报道，由于海平面上升，加上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截止目前，樱花岛已沉入海底，樱花国也成为了世界上被灾变彻底毁灭的第1个国家。下面是广告时间，我们5分钟之后再见。
喂，差不多行了。说正事，说正事。第一波寒潮来了，实在太快了，再加上洪水，平民想活下来真是难上加难。市民如果在避难所里不出去，以避难所的御寒能力来说，倒是没有问题，但不能都龟缩在里面不出去啊。没人出去，物资来源就少了大半了。而且避难所里只有6000人，而整个江城目前还有10万人居住，头痛的大问题啊！系统能制造防寒服吗？可以，升级科研所研究分支里的服装制造以后就可以了。需要6500生存点，需要升级吗？升级。丁，升级成功。那制造10万件衣服需要多少物资？丁，目前制造的材料宿主一样没有，建议用铁和钛合金兑换制造材料。10万件的防寒服材料需要10吨铁和5吨钛合金。这个量还能接受，那就兑换并制造10万件防寒服。正在制造，可以自行去制造车间查看。这个车间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差不多嘛，我还以为会很科幻呢。你不懂。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制造完成？加速运行的话，下午5点可以全部制造完成。那还早，现在才中午，先去休息会吧。你们看新闻没有？3天内最低气温将会降到零下30度，而且这仅仅只是开始。第5次冰河世纪终于要来了，不知道能不能活得过去。不知道官方避难所那边怎么样？应该有应对措施吧？要不我们组团去官方避难所吧？今天下午6点，在我的避难所旁边将会有防寒服免费发放，请各位互相转告一下，江城每一个人都会有，不用争抢，大家排队领取。在我避难所的人可以放心居住，避难所的御寒能力非常强，不必有任何担心。至于其他人的住所供暖问题，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不要慌张，保持正常生活次序。期间如有出现烧杀抢掠行为的人，我将永久性拒绝对他提供任何帮助。因为现在江城政府已处于半瘫痪状态，已无力进行有效社会管制。我虽非政府人员，但江城是我的家，同时也是你们的家。我会尽力帮助大家一起度过此次难关，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行动指示中积极的配合。已经在派发了，有机器人镇守着，倒是问题不大。有了衣服后，他们出去收集资源也就好多了。丁，宿主解决了10万城市居民的御寒问题，奖励1万生存点。这是意外的惊喜啊！之前系统说过，稳住人口才能扛过下面的几次灾变，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守住人口才能获取更多的生存点，而有了生存点，我才有升级系统的能力，从而保住自身。这次防寒服发放，让潇洒在整个江城赚足了声望。接下来的2天中，城中近90%的人加入到了寻找物资兑换积分的大军当中，其中几万人更是直接加入了到矿区的开采工作中，纷纷用劳力来换取积分兑换食物。骤降的气温冻死了城市及周边最后一批农作物，这使得食物越发的紧缺。虽然潇洒已经叮嘱众人保持生活次序，但还是免不了时有发生的抢劫杀人事件。兄弟们，这几天出门要注意啊，抢东西的杂种特别多。是啊，我昨天差点也被抢了，好在我穷逼的光环逼退了他们。小日子难熬，快没吃的了，外面能找的金属物资也越来越少。我准备在饿死之前留一口气，爬到官方避难所去。兄弟，我建议你留2口气，因为官方避难所这边每天只有压缩干粮啃，我怕你这口气续不上来。我就在官方这边，多的别问，我怕我哭出声来。这些逗逼网友，那为什么不留3口气呢？宿主，我感觉你智商有问题。说正事吧，系统，现在兑换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仓库的金属物资收集了不少，但我这的食物却越来越紧缺了。我想升级食物研究，提升食物产量，需要多少生存点？最好还能供应10万人。可以，升级需要12000点。是否升级？好贵，这刚到手的生存点还没捂热又出去了。升级升级升级。丁，升级成功，需要查看请自行前往。我靠，升级后这么大，系统给我介绍一下吧。好的，升级后，植物培养室和肉类培育系统合并在了一起，统一称为食物培育系统。这个空间里配备地下水抽取系统以及自动水资源净化系统，为农作物提供浇灌和用作动物的饮用水。动植物的培育管理为全自动化，包括自动育种、灌溉、喂食、回收、采摘、屠宰、繁殖等等，均无需人为来操作。
收成后的食物自动进入仓库，分类低温保存，保存时限10年。该食物培育系统目前，植物类可达到每天收成20次，肉类每天收成15次。以目前的产量来说，每日可产出300吨食物，按平均每人每日消耗2公斤左右食物计算，宽裕使用的话，可供应8万人；节省一点的话，可供应20万人。好家伙，江城目前还留存有10万人左右，按这个产量，食物供应是没问题了。不错，系统出品果然精品。这个生存点花的值，现在御寒的问题暂时解决了，食物问题也解决了，就剩下最头疼的城市防洪问题了。城市范围太广，这个防洪工程量实在太大了，加上时间又紧迫，唉，还得再捋头绪。正常来说，防洪措施一般就是几种：第一，调节径流，修筑水坝来削减洪峰；第二，整治河道，疏浚河床，保持河道的通畅；再有就是挖掘鸿沟以及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这些方案想在几天内完成，怕是不太可能，系统里也没有这种类似的服务。再一个，这次的洪水只怕非比寻常，持续的时间估计会很久，这些防洪工程充其量也只能在前期缓冲一下，过大且持久的强降雨会让它们逐渐失去作用。怎么办？目前系统里可以建造的城市排水系统倒是可以在城里用，但是大的洪流挡不住的话，再强的排水也没用啊。等一下，系统里的城市建造设备里有城墙，要不咱就来个硬碰硬，直接造城墙来挡洪水，把整个城市都围起来。这个好像工程量更大，而且需要的资源我只怕是承受不起。系统，想要用城墙把江城围一圈，需要多少资源？丁，你不用想了，以你现在的资源还差得太远。目前的资源最多能建造60公里左右的长度，而整个江城要合围的话，大概需要260公里。不会吧？这几天近10万人一起收集的物资也只够围60公里，真特么贵啊！能不能打折呀？系统想得美。算了，自己想办法。江城的北边有一条河流，官方之前建了个水坝控流，就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运作。北方地势高，江城处在下游，如果要造城墙，那优先的方向就是北边，先把北边的水势挡住，做个缓冲，再加上城市里建造排水系统，这样到时候虽然会有点狼狈，但挡住第一波洪流应该是没问题了。就这样办吧。系统在江城东南西北4个方向的低洼处分别建造4个排水系统。丁，收到。排水系统已放置在江城东南西北的4个低洼位置上，该系统需要在地下进行排水管道铺建，全部完工大概需要5小时。好的，那就等一下吧。目前只能建造60公里的城墙，看来得给他们加把火了，不然最后大家都得完蛋，区别只是一前一后而已。你们刚刚看见飞碟了没？4个飞碟分4个方向飞走了，难道是外星人来拯救我们了？看见了，像一个大号的甩手巴巴，嗖的一下就不见了，把我都看饿了。甩手巴巴，我甩你一脸屎巴巴！这东西当时就落在我旁边10米远的地方，一声巨响，把我便便都吓出来了。有图有真相，别发图，我怕恶心。我尼玛，你以为我会发啥？你想看我还不发呢，这是 VIP 内容。大家别慌张，这4个像飞碟一样的东西是我搞的城市排水系统，不是什么飞碟大兵，洪涝马上就会到来。这4个东西可以大大加强江城的排水能力。还有一个事情，为了抗洪，我需要建造城墙，需要大量的沙石。我希望大家能够加把力，尽快帮我收集到更多的沙石。这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家园。当然，我作为带头人也会给大家一些额外奖励。这段时间内，沙石兑换有双倍积分。作者不给我广播系统，我也只能在网络上扩散消息了，请大家帮帮忙，相互转告一下。现在时间还早，先休息一下吧。丁，城市排水系统管道铺建已完成。系统，这个东西能不能管用？看着就像一个甩手巴巴一样。土包子，它的下面现在已经铺设好了管道，延伸至了城外，只要有积水，它就会自动把水吸入，通过管道排放到城市外面。系统，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强大，那我在城市周边多造点这种，那岂不是不用造城墙了？可以，不过我虽然牛逼，
但也无法预测此次的洪涝会有多严重。这个排水系统是城市用的，能不能抗下末日级洪涝，那是未知数。如果你想试一试的话，我并不反对。不敢，不敢，还是老老实实的造墙吧。第一批建造的城墙基本就确定在北方了，不知道现在北边的城市情况怎么样。我现在的监控范围还是太小了，该升级一下了，信息获取的更多，才能有更充分的准备。系统升级监控范围。丁，升级成功，目前可监视的范围为方圆100公里。不够，升级到方圆500公里的范围，这样我才有足够的查看和反应时间。丁，升级成功，总共扣除2000生存点。现在的范围就舒服了。不过看北边城市的情况不太好，暴雨开始。暴雨应该下了有一段时间了，小型洪流已经出现了。不过这股洪流对江城的影响不大，距离尚远。看天上的乌云，估计来到江城也就这2天的时间了。暴雨将至，得抓紧时间把城墙搞起来。还有，我的避难所的供氧系统怕也要升级一下了。万一这次处理不当，那我的避难所就有可能被洪水长时间覆盖淹没，这不得被活活闷死。系统升级避难所供氧系统。丁，升级成功，恭喜宿主，你在第2波灾变中的存活几率上升到 95%， 奖励2万生存点。原来我之前只有 60% 的存活率，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氧气这茬。看来自己还不够细啊。不对，是看来自己还是太粗了，想得不够到位。末日当中一环遗漏，就会付出性命的代价。这鬼系统就这么想我死吗？也不提示一下，当我耳聋是不是？一点说话隐私都没有。系统，城墙的放置有地理上的讲究吗？比如说，如果是有山的话，城墙怎么放下去？你脑子有包，没有我，估计你都活不过第1集。山体本来就高，是阻拦洪水的天然屏障，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暴雨导致的山体滑坡问题。所以城墙最好和山体有一定的距离，我建议区间至少要有500米到1000米的距离。还有河道，城墙不能放置在河道中间，截断河道。其他的，诸如一些小的岩石，以及不超过30度的山坡问题，我都会帮你解决。你只要把方向及大概范围告诉我就行。系统，就放置在这里吧。丁，收到，准备放置。接下来就是督促居民们尽快在这2天内把沙石收集好，暴雨一来就不好出门了。虽然做了前面的这些准备，但这次灾难可不是儿戏，有太多难以预料的因素，随时会发生。看来得熬几天的夜了。离江城最近的汇云城也被淹没了。汇云城距离这里大概100公里左右，预计今天暴雨就会降临这里。还好这2天居民们比较给力，收集的沙石差不多可以建造180公里左右城墙，双倍积分的诱惑效果还是不错的。系统，立马建造并放置180公里的城墙，能为多少为多少。丁，收到。丁，城墙放置完毕。这样的话，加上之前放置的60公里，那就是240公里，还剩余20公里左右的缺口在南边。洪流是从北边涌来的，应该问题不大了。就是不知道北边的大坝是什么情况，估计已经没有人在管理运作了吧？也不知道坝体还结不结实，但愿不要出现溃坝，不然麻烦就大了。对了，系统，北方的大坝万一溃坝，城墙能挡住这股洪流冲击吗？放心，没问题。那就好。不过我最好还是提醒一下市民吧，就怕一些人为了收集沙石跑去北边了。各位江城的父老乡亲，暴雨预计将在今天以内降临江城，请停止外出收集沙石，特别是城北方向，洪流从北而来，不要去送子。对了，目前江城已经被我用城墙围住，虽然可以阻挡洪水，但奉劝各位这几天内最好减少外出。住所临近山体的居民，这几天内可以用积分兑换来我的避难所居住，
或者去城中心的亲戚朋友家居住几天，以防止暴雨导致的山体滑坡灾害。食物不够的，提前到我的避难所兑换。大佬，原来那些城墙是你搞的呀，吓死我了！我以为外星人准备把我们当猪养，围了个圈呢。前2天是飞碟，这2天是城墙，我都以为我是不是穿越进小说里了，这么玄幻。喂，你们的关注点有点奇怪啊！大佬说的是注意暴雨来临，少外出。你们整那么些没用的干嘛？直接一句大佬牛掰不就完了？这些人好像完全不把洪灾当一回事。洪涝灾害比起其他天灾来说，造成的直接性伤亡不算高，但后续造成的间接性死亡却是最多的。洪水过后，农田被毁，最容易造成饥荒，引发社会动乱，且洪水带来的疾病瘟疫一旦控制不住，造成人口的大批量死亡，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不过说起来，有我这个土财主保他们食物无忧，又有城墙替他们挡住洪水，加上城里超强的排水系统，好像是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来了，看来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大暴雨已经持续了5个小时。这个排水系统不错，只要城市积水能快速有效的排出，那剩下的问题就看北边从汇云城顺流而下的洪流，城墙能不能挡得住了。之前监控看了一下，预计凌晨3点左右，这股洪流应该就会到达江城北面。虽然系统说没问题，但我现在感觉还是有点紧张啊。洪流中冲带着泥沙石块，这冲击力可不是开玩笑的。洪流来了！卧槽，牛掰！挡住了，这下没问题了。这股洪流除了少部分会流进城里，其他的会顺着城墙流到城南形成积水塘。不过我已经提前弄了2个排水系统在那里了。不过想起来真是后怕，如果这次没有城墙，那后果真是难以想象。之前汇云城的人在面对这股洪流时该有多绝望啊！没有城墙，洪水将会直接冲击城市，会有多少人会被瞬间吞没？唉，不过江城的这波劫难总算是挺过去了。洪灾到一段落了，但灾后的一连串问题也是让我头痛啊。首先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居民饮用水，江城的自来水厂早已停工无人运作。本来之前居民们都是自行在周边干净水源取水饮用，但现在洪水污染了周边的所有天然水资源，就算经过沉淀煮沸，短期饮用尚可，但时间久了，人体是会出问题的。系统目前可建造的水资源净化器可以满足多少人的饮用需求？丁，目前可建造的净水器最大可满足2万人。一个2万，江城10万人就需要5个，建造5个净水器，我目前的材料够吗？足够。10万人每天给我收集物资，再加上矿区，资源积攒速度倒是挺快的。对了，净水器能抽取地下水吗？还是只能净化地表水资源？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均可，而且低温防冻是智能化设备，你无需担心。放置后会自动连接现有的自来水管道，居民在家打开水管即可接水。那就好，建造5个水资源净化器，分布周边水源附近。丁，收到。还是去看一下吧，不然长啥样都不知道。挖槽，那是什么东西？大惊小怪，肯定又是那个大佬搞的什么高科技了。你是没见过之前几10个城墙在天上飞的模样，人都把你吓死。这些人都习以为常了，也好，省得我花时间去解释。饮用水解决后，还有供暖问题。这几天忙着处理洪水，避难所以外的居民供暖还没解决，不然等到过几天真正的寒潮来临时，把人冻死了就麻烦了。毕竟虽然有防寒服，但居家供暖还是很有必要的。系统，供暖设备的覆盖范围大概有多少？丁，一个供暖设备能覆盖1000平方公里，建造后会自动铺设供暖管道，正常铺设需要10个小时。1000平方公里，那一个就够了，绰绰有余。目前留在城里的这10万人，为了兑换食物方便，都是在我避难所附近居住的。系统，建造一个供暖设备放置在居民避难所旁边，为方圆1000平方公里内的住所供暖。丁，收到。如果只是覆盖避难所周围片区，那管道铺设只需10分钟即可完成。
对了，系统，往后一步，真正的寒潮就要来了，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的积雪。我看这个供暖设备地下打洞挺牛的，那能不能把管道铺设到离地面1米左右，通过发热来融化地面积雪？不然，大量的积雪每天都要清理，太耗时耗力了。最主要的是，会影响到我的后续物资收集工作。居民不管出门还是收集搬运，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以，想法不错。还有一个问题，即将到来的寒潮大降温，如果把我们地表的植物全冻死了，那我们还不缺氧而死啊？系统里有没有抗冻植物可以研究栽种啊？给你科普一个冷知识，蓝星上将近88%的氧气都是由海洋里的藻类生物制造的，地表植物产生的氧气只占了很少部分，而寒潮想要完全冻住海洋是不可能的。再一个，植物也有耐寒性的种类，就算降到零下几十度，同样会有一些植物可以生存。给你举个例子，假如没有植物就没有氧气，那在沙漠中就靠那点少的可怜的植物所产生的氧气，那些世代在沙漠中生活的人和生物是怎么存活的？原来是这样，是我想多了。能多思考就是好事，毕竟末日天灾只要有一步的遗漏，就会造成严重且不可挽回的后果。大佬不好当啊，总有处理不完的问题。我算是理解为什么那些掌管一方的要员99%都秃头了。像我还好，有一个超级系统，一句话，系统就帮我办了。而那些掌管一方的领导者在遇到这些问题时的有多头痛啊，申请政策资金、协调安抚、利益分配等等等，我的天，想想头都炸了。系统，我真是爱死你了。滚！不领情算球。目前还有2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是电力问题，这2天城里的电力供应不太稳定，不知道是线路故障还是官方已经准备停止供电了。总是间歇性停电，在我的避难所倒是不受影响，但是其他9万多居民就没办法了。天然气早在第一批人员撤离的时候就停止供应了，大家目前都是靠电炒菜做饭，没电了，总不能回到和几10年前一样生火做饭吧？而且网络是目前我与居民之间沟通的唯一途径，没电了，手机也就用不了。第2个问题就是大降温后的建筑强度问题。寒潮来临后，气温会降到零下30至40度左右，在这个气温条件下，建筑的强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钢结构容易发生冷摧断裂，再加上房顶的积雪重压，一旦建筑倒塌断裂，那伤亡就严重了。但是现在去做整个城市的建筑强度改造，耗费的物资只怕是我目前承受不起，干脆一次性投入建造大型避难所，把后面的隐患都解决了，省心省力，而且连供电设备都不用建造了，每个避难所都自带供电设施的。系统，建造大型避难所需要几级科研所？每个大型避难所能居住多少人口？丁，需要科研所升到5级，每个大型避难所能居住6万人，里面配备医疗设施。医疗设施？那值了，这下连医疗问题都解决了。系统，升级并建造2个大型避难所，我目前的生存点和资源足够吗？丁，生存点足够，但建造2个大型避难所后，铁、钛合金、砂石等资源的库存量将会低于警戒值，如不尽快补充，只怕后续的生产制造会停滞。是啊，目前江城除了铁矿和砂石可以稳定产出外，钛合金和其他资源的确是快收刮完了，下一步怕是要准备组织队伍外出收集了。先不管了，把住所建造了再说吧，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系统，建造2个大型避难所，至于放置的地点等我找一下，医院那个地方太小了，这次既然要搞次大手笔，就一次性搞顺溜了，免得以后麻烦不断。就这吧，这块空地应该够了。收到，开始放置。这避难所还能组合？组合后，各个避难所连通，小型避难所也可以共享使用大型避难所的资源，而且可以信息互联，方便你日后的居民管理工作。看着的确很牛，我都想搬进去了。这下终于可以省点心了，有大型避难所完善的设备支撑，以后我只要做好居民的管理工作就行了。下一步要考虑的工作，就是要怎么才能搞到更多的资源。江城的资源日渐减少，撑不了多久了，我得抓紧时间计划了。这酒真是把我快累趴下了，身体上倒还好，但精神上的压力的确是太大了。要不搞个机器人来服侍我，平时帮我做个饭、捏个腿啥的，让我也享受享受。研究所有保姆女性机器人需要制造吗？它可以帮你处理工作以外的所有事情，而且烹饪技巧满级，按摩技巧满级，对你的身心放松会很有帮助。算了，不要了，就一坨冷冰冰的机器，再能干又怎么样？
还是我自己来吧。放心，保姆机器人的外表是普通人的形态，只是内核是机器构成，不会给你冰冷的感觉的。是吗？这么人性化，那我得试试。系统，就制造一个保姆机器人吧。好的，收到。制造时间5小时，请耐心等待。这么久，我都有点等不及了。保姆机器人快出来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有点期待啊。主人你好，我叫小洛，从今天开始，我会照顾好你每天的饮食起居生活。小洛不仅厨艺不错，按摩也是一流哦。除此之外，基地内的一些繁琐事务，主人也可以放心的交给我去处理，保证让主人满意。这果然很人性化呀，我喜欢。主人，现在有什么事需要交代小洛去做吗？那个，我能。算了，你先去准备晚饭吧。对了，小洛，你以后别叫我主人了，听着总感觉别扭，你就称呼我老板吧。原来老板喜好这一口，小洛记住了。需要我换职业装吗？不用了，不用了。好的，那小洛就先去准备晚餐了，待会儿见。唉，这机器人太智能也不好啊，啥都藏不住。现在有点后悔了，这对于一个单身20年的资深处男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啊。这次系统是不是在故意坑我？我还没问他就主动和我说保姆的事。好心没好报，我是看你这段时日健康呈下降状态，提醒你造个保姆来调节身体健康。是你自己思想龌龊。我这能叫龌龊吗？我寻思，这不是大自然的规律吗？现在避难所已经建好，接下来就是通知市民们入住吧。各位江城的居民，我已在城南开发区建设好了大型的避难所，可供江城的所有居民入住。寒潮来临后，气温将会降到零下30至40度左右，以目前江城的建筑结构来看，是无法抵御的。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我希望全城的居民在3天内分批次搬入避难所。为此，我会安排机器人进行引导登记入住。当然，入住避难所和之前一样不是免费的，同样需要积分兑换入住，兑换的标准不变。对于之前已入住小型避难所的人，也不必心中不平。现在所有大小型避难所均已联通，所有功能资源均为共享。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身强体壮，能硬刚寒潮，不想入住，那也行，本人不做干预。另外，如果部分家庭有特殊情况，无法支付多余的积分入住，请到3号小型避难所登记情况。我在汇总后会派机器人逐一落实，如有谎报，本人将终身停止对他进行任何的援助，包括实物兑换。老板，晚餐已备好，现在需要食用吗？动作这么快，这没多会的时间就做好了。好的，走吧。我对你这满级烹饪技能做出来的饭菜可是充满了好奇啊。这么多菜，会不会太浪费了？小洛第一次为老板做饭，不知道老板的饮食偏好，所以每样都做了一点，以后会减少菜品的。哇，这厨艺，我在这一世也算是个富二代，也吃了些美食。小洛，你这厨艺果然一绝啊，以后有口福了。老板喜欢就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城避难所的负责人，我叫王毅，请问现在方便吗？有一些事宜，我想和你谈一谈。官方的人终于还是找上来了，这个时间比我想象中的快了点。可以，有什么事吗？长话短说。可以，那我也不绕弯子。江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人早已打探清楚。作为官方，我们很好奇你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那些从天而降的城墙、科技设备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产物。此次商谈，我们是希望你能和官方合作。你在江城拯救的是10万人，而国内目前还在遭受灾难的人不计其数。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把这些东西造出来的，但是既然你有方法，那借助官方的资源和力量，岂不是可以拯救更多的人？说了那么多，无非是想要我把这些技术或方法上缴吧，不必拿什么大义来压我。我既然敢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就早已想到了这一步。我话就先明说了，你相信也好，不信也罢，这些技术手段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实现，别无二人。你们现在之所以还能在这里好好和我商谈，第一是你们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毕竟我从没在江城露过面，而你们也无法追踪定位到我的位置，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一出的吧。说到这，我想问你们就这么确定我人在江城吗？以我目前所拥有的科技，就算我人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所以后面威胁的话就别说出来了，说出来还伤了和气，后面就没得谈了。我这里也给你个态度来交差，对于你们，我并不排斥合作的可能性，只是这个合作的方法规则得由我来定，否则免谈。好的，
那我们再联系。与官方的合作，我目前只能提供给他们实物，来交换我想要的矿产物资。他们想要这些超前的科技设备，那得等以后再看看他们的诚意再说。我现在容易被抓的把柄只有矿产物资这一块。官方既然做了充足的信息收集，就应该知道我什么都不缺，就缺矿资源。要不是现在外面气候恶劣，灾民众多，官方难以像灾前一样把控全国。只怕现在他们早利用这一点来和我大谈条件了。与官方的合作得步步为营，差池一步，轻则失去自由，重则小命不保。老板，菜已经凉了，我帮你去热一下。好的，谢谢。所有人都入住后，江城我就可以省点心了，至少度过这次寒潮是没问题了。现在江城的金属物资越来越少，除了铁矿和砂石还能稳定产出外，其他的物资每天入库的数量一直在呈下降状态。是时候组织人员外出收集了。系统，科研所有运载类的交通工具吗？丁，目前可建造 N1 型中型运输机，可载重6000吨，航程8000公里，配备货物装卸系统，以及20辆收集车，每辆车可乘坐5人，载重30吨，车辆配有货物装卸设备。N1 飞行过程无需人为操控，在操控台制定路线后，会自动飞行往返。6000吨，8000公里，牛逼！那一架就够了。等我召集120人左右后，就把他们派往周边城市收集物资。如果有存活的灾民，也可以一并救回来。对于人口，我是从来不嫌多的。对了，系统，忘记问你，我目前的资源足够制造吗？不够，你目前的资源已快见底，入不敷出。不过差的也并不多，你可以用生存点兑换。你目前还拥有6万生存点。6万？有那么多吗？这段时间都没怎么升级，生存点咋这么多了？6万很多吗？资源收集的越多，生存点也会越多。你制造运输机外出探索，是目前为止你做的最明智的选择。不是，我有那么差吗？资源收集越多，生存点就越多，有了生存点，才能制造更先进的设备去抵御灾难。我老早就和你说过，可你到现在才想起来要外出探索，你说你蠢不蠢？而且最主要的是，寒潮的下一波灾难是什么？你还记得吗？陨石撞击！卧槽，我真把这波稿忘了，每天只想着眼前的事情，哎，真特么该死。那你为什么不提醒下我？凭啥？行，别嘲讽我了，现在应该还来得及吧？赶快兑换并制造一架 N1 中型运输机。收到，制造完成需要8个小时，请耐心等待。召集120人倒是问题不大，有积分的诱惑，啥都好说。各位居民，现在通知一条消息，目前江城的资源越来越少，我现在准备召集120人，乘坐我制造的运输机外出收集物资，顺带搜索并带回当地存活的灾民。第一次收集任务的目的地定在邻近的南省。召集的人员要求如下：10名为医护专业，20名为地质专业，20名为采矿工程专业。以上人员男女岁数不限，剩余70名只要男性中级以上的学历，身体健康即可。符合要求的人可到3号小型避难所登记，我会挑选录用。第一次没报上的也不用着急，只要符合要求的人，我都会轮流派遣。当然不会让你们白干，报酬为补贴，每天10积分，剩余根据所带回的物资以及勘测到的可开采的矿脉数量及带回灾民的人数来进行积分抽成。具体的在你们收到录用通知的时候会看到。对了，提醒你们一下，此次任务出行的指挥负责人是我派出的机器人，他会根据我下达的目标对你们进行安排指挥，非特殊情况不会汇报于我。机器人不讲情面，往外派的各位人员别做出越轨之事。现在统一到了我的避难所，通知消息倒是方便多了，不必再去群里啰里吧嗦了。丁 N1 中型运输机已制造完成，因体积太大，已放置在居民避难所旁边。终于制造好了，去看看。这也太大了吧，难怪能载重6000吨。再买一趟回来，我得赚多少生存点啊？这运输机看着就给力啊，
目前征集的120人已经筛选完毕，等到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南省了。丁 N1 的操控台已经给你放置在科研所里面，你可以去看看。还有操控台？啥东西？我去看看。我去，我是谁？我在哪？这是进入了飞船内部吧？我怎么没发现科研所有这么一个地方？这是 N1 的操控台，你可以在这里监视 N1 的运行情况以及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可通过它对 N1 下达相关指令。以后不管你有多少艘 N1 运输机，都是在这里统一监控调度。这我也看不懂啊，太高科技了。知道你看不懂，所以可以语音输入，语音播报。哎，你是一天不比试我几次，你过不去一天是吧？那现在万事俱备，就只等明天了。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大概还要10分钟左右，应该就能到达了吧？南省以资源丰富著称，此行的收获应该不会太差。现在江城要度过寒潮是没问题的了，避难所和供暖设备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难的就是寒潮之后的陨石撞击了。N1 已经顺利到达了，看这样子都已经准备要出发了。我擦，这些像蟑螂一样的是啥？收集车？这是收集运输用的，你想要多好看？再说了，你别小看这些收集车，城市穿梭、翻山越岭不在话下，而且车上自带着装卸设备，效率之高不是你能想象的。只要你派出的这些人能力强，要想收集满载，1天就够了。6000吨1天，收集的东西要是放在一起，那1天装卸6000吨倒是容易，只是这些资源分散各地，1天时间怕是有点难。希望这些小可爱能给我一个惊喜吧。对了，不知道官方看见这艘运输机后会是什么想法？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很快就会来联系我了吧？之前的洪水、地震对于官方来说，虽然处理起来会有点麻烦头痛，但最终还是可以解决的，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但是陨石这波就难了，这波撞击不只是官方难以抵挡，估计就是整个蓝星所有的国家合力，也不一定能顺利度过吧。官方的消息不会比我差，应该老早就在做准备了。上次来找我也是想看能不能从我这搞到一些高科技装备，去为抵挡陨石争取一线生机，只是被我拒绝后就熄火了。不过这也正常，以我之前显露的那些设备，虽然大大超越了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但是在陨石面前始终不够看。官方估计也是这样想的吧。N1 运输机样子和太空飞船差不多，他们看见了，会不会以为我拥有建造大型飞船的能力？如果我真能建造出大型的宇宙飞船，那我在他们眼里的地位就重要了。毕竟，万一挡不住，那就坐船跑呗。你太小看陨石的威力了，除非你提前逃到太空，否则待到降临时，你有太空船也跑不掉。对了，系统，以我目前能建造的所有设备，包括那些未解锁的，我昨晚都研究了一遍，根本不可能挡得住陨石的撞击。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啊？你是不是蠢？你忘了我也可以升级吗？之前你是没见过吗？整个系统升级后，会开启更多更先进的设备建造，只是目前来说还不行，你的生存点太少了。那整体升级需要多少生存点？60万。我靠，看来这次真的玩脱了。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要怎么才能搞来这么多生存点？看来现在除了运输采集之外，还得从官方这边入手了。官方手里的资源储量自不必说，本来之前只考虑和他们交换食物，不过现在我得改变一下想法了。用食物来交换的话，兑换来的资源估计不会太多。如果是挑出一些适用性强的设备来和他们交换，那价格上就好谈了。目前的首要任务得先把生存点凑够，把系统升级了再说。丁 N1 运输机已抵达江城，快2天了，终于回来了。N1 本次飞行的行程情况 ：N1 号运输机已于今天22点49分到达江城停机坪。此次往返途中无事故，安全返回。返回时载重5880吨，其中已录入系统的物资有5560吨。启程时搭载人数为130人，其中包含10个机器人；返程时搭载人数为760人，其中包含10个机器人。通知本次负责指挥的机器人来我这汇报。收到。主人，
汇报一下本次外派执行的情况。本次外任过程，只有8人在采集过程中受到轻度损伤以外，没有其他人员伤亡。收集到的物资共有5560吨，待630人。找到开采的行星铁矿1个。收集物资和救援灾民的难点在哪里？收集物资的难点在于，随行人员对当地不熟悉，无法快速发现资源点，而且找到的大部分矿脉都已有人开采，其中80%都被官方把控，难以入手。救援方面，以南省的情况来看，真正的灾民并不多，留在当地的大部分民众都已被官方召集起来，给予了较高的酬劳，就地动员起来搞生产，所以人数并。好了，我知道了，下去吧。这次匆匆忙忙出发，的确是考虑欠妥。我在江城里当小霸王当惯了，官方留了这个小城给我掌管，没来插足，也是留了一手，卖了我个薄面，方便以后商谈交换。看来我还是太嫩了。至于外派探索，我得重新计划一下了。大灾当前，和官方抢资源也不合适，毕竟官方考虑的是整个国家，为民而行，而我考虑的更多的是为己。我虽做不到那么大公无私，但也不想去做一个无意恶徒。哎，靠自己吧。系统里还有一些科技设备，不好好用起来，那真是浪费了。既然现在打定主意不去和官方争夺资源，那就只好自己去找魏探明的矿脉了。虽然按官方规定，魏探明的矿脉同样属于官方资源，但现在大家都快要大难临头了，我没去找你正在开采的矿井，已经算是不错了。前2天在研究可建造的设备时，在科研所矿产开采的分支里，有一个叫探测器的东西，可以勘察、勘探矿脉，就先造一个来试试。系统制造一个探测器。丁，收到。不过你确定只造一个？一个不够吗？只造一个的话，勘察效率不高。以目前的情况，我建议你至少造4个。好，听你的，那就制造4个探测器。收到，制造时间2小时，请耐心等待。2小时？那算快的了，我还以为又是7、8个小时。现在就等探测器找到矿脉后，就开始制造开采基地，然后让 N1运送过去进行开采工作。至于采矿工，就从江城招聘吧。虽然用机器人效率更高，但是我的目标可不是只开采一个矿脉，都用机器人的话，我可造不起那么多，还是人工便宜，只要实物就行。小洛，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老板，有个问题需要向你请示。现在江城的居民们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对食物的需求也逐渐上涨。虽然现在的食物供给能够满足，但最好是再升级一下食物培养室比较好，以预防一些突发情况。好的，小洛，这些事情以后你可以自行决定，除非升级的生存点超过1万，再来向我请示。好的，老板，那小洛就先去忙了。生意来了。你好，我是之前联系过你的王毅，还记得我吧？想抽个时间和你商谈一下上次所说的事。上次我说的那个条件，你们同意了？我们想先听听你之前所说的所谓条件规则，你来定是怎么个定法？可以，其实也就3点。第一，我这边的科技设备有一些是我不能提供给你们交换的，至于能交换什么，等我们双方达成初步意向后，我会给你一份表单。第二，交易的全程我不会露面，需要交接的内容我会派我的机器人来代为履行。第三，相信你们也知道，我什么都不缺，就缺金属类资源，所以我在这里提一个小小的要求。我除了会用设备兑换你们手上的金属资源以外，我还会在国内自行勘察矿脉进行开采，开采后60%归我，40%归你们。如开采的是铁矿，那就全部归我，不与你们进行分成。国内的铁矿多为贫矿，含铁量低，你们大部分的铁也都是靠进口，自己开采的话成本反而更高，这事儿你们自己也清楚，所以不如就全给我了。当然，如果我勘察到的是一些稀有的金属矿，那分成的比例我们可以再谈。你开出的这些条件，第2条我可以同意，但另外2条不是我能做主的，特别是第3条，你应该知道，这些都是属于官方的资源，没有批准，普通人是不允许进行开采的。你觉得普通人能拥有比你们还高的科技吗？而且，我觉得这个条件我开的并不过分，特别是40%的分成并不低，人工设备都是我出。而且现在大灾当前，这些矿埋在地下，什么用都没有。以你们的技术，就算现在发现了超大型矿脉，也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开采出来。而以我目前的设备而言，从勘察到出矿也就几天的事情，这40%的分成，说是你们白得的都不过分。我现在和你们提出分成，是我想和你们官方达成长期的合作，大家各让一步好说话。不然，以我目前的设备技术，我真要去自行开采，你们也拿我没办法。目前来说，我造一个机器人军队，
那也不是什么难事，一些高科技的武器我也是有的。你先把能交换的设备名单发给我，至于第3条，我会在明天中午前答复你。你们就算不同意，我也要去开采。我不相信，在这个马上就要被陨石当头痛击的关键时刻，你们还会和我去计较这些破事。达成协议，双方都能获利，这才是最优解。丁，聊完了吗？探测器已经制造完毕，需要把它们召唤过来吗？好的。不对，你说的是他们，而且体积很小吗？这里的空间好像不是太大吧？足够。这个4个球就是探测器，前面这个不会是他眼睛吧？说了你也不懂。这4个探测器你现在可以分派东南西北4个方向分别进行勘察，这样效率最高。要想控制或者查看他们的情况，可以在之前的 N1 操控室内进行。我现在懒得跑了，你就顺带帮我把他们安排了吧。我去监控那里看看。接下来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对了，系统先制造4个采矿基地，这东西制造时间太长了，先给我造好放着。收到。老板早上好，早餐已经准备好。早上好。这么早？你好，潇洒，我以后就这么称呼你吧。我们经过决议，通过了你昨天提出的第2、3点要求，只是你昨日提供的可交换名单里的设备，我们虽然需要，但却并不是最迫切的。这里我就不弯弯绕绕了。我相信你肯定知道，外星陨石即将撞击蓝星的事情。目前整个蓝星所有的国家都已联合在了一起，商讨怎样去抵御这波陨石的撞击。可经过综合测算后得出的结果是，就算把所有的核弹射向这颗直径20公里左右的陨石，毁灭它的可能性也只有 50%。我们需要能击毁这颗陨石的武器。如果不能把它击毁到安全的大小，那撞击后造成的地震、海啸、火山爆发、酸雨、粉尘、辐射等等后续灾难就会完全破坏蓝星的生态，人类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而你提供给我们的设备虽然有用，但对于抵御陨石来说却毫无用处。我能猜到你的一些想法，你怕失去你所占的主导地位，所以留着底牌，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就算最后保住了江城的10万人，那以后呢？你是准备等蓝星上除了这10万人以外的所有人类都灭亡了，再依托你的科技重建文明吗？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那我也无话可说。但如若不是，我希望我们能拿出诚意来，一起渡过难关。我们知道你需要大量的金属资源，这些都没问题。只要你能提供击毁陨石的武器，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我们愿意无偿提供。这也是我们能拿出的最大诚意。不得不说，官方的诚意的确打动我了。是啊，距离陨石来临的时间最多只有14天左右了。这个核弹攻击后的结果预测，应该也是才推算出来不久的吧？不然官方现在也不会那么急切地抛出如此大的诚意了。不过话说回来，自己的格局真是太小了，获得了如此牛逼的系统，却只把目光只聚集在了江城，贻误了收集资源的时间不说，还满足于一个小小的土霸王的虚荣感，简直是抗着大炮打蚊子，结果还觉得自己挺牛逼。我就算靠自己收集到了足够的资源，升级了系统，把江城打造的坚无不摧，那又怎样？难道真像官方所说的那样重建文明？这谈何容易？一个文明的昌盛可不仅仅需要科学技术那么简单。况且我所拥有的所谓科技根本无法复制传承，只能依托系统进行制造。唉，这么一想，感觉自己简直是蠢钝如猪啊！你终于想明白了，现在幡然悔悟还不算太晚。陨石的事情我的确知道，既然你们拿出了这份诚意，我也可以和你们表明，我确实有一些抵御陨石的手段，但是具体是什么，我只能在我们双方完成了第一笔交易之后，才能把详情告诉你。我知道这种做法缺乏诚意，但是我的确有我自己的难处，而你们目前也别无选择，不如就相信我一次。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会发一份交易名单给你们，在完成交易后的1天之内，我必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时间紧迫，这次交易我希望能尽快进行。不是我现在不想告诉你，是我也不知道系统升级后到底会有些什么呀。交易确定在今天下午5点，官方的效率果然高，这么多资源，几个小时内就能调度运送到位。操控台汇报探测器所勘察到的矿脉情况。探测器目前勘察到中型铁矿3个，大型黄铜矿1个，小型钨矿2个。
安排 N1运送已制造好的4个采矿基地到铁矿及钨矿处进行开采工作。矿工我已安排好，到时会由20个机器人一同跟随前往。收到。另外，系统制造10个采矿基地，先放着待命。收到。探测器、采矿基地 N1， 简直是绝配啊！每次想到这，都想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之前浪费太多时间了。这下由官方进行资源供给，再加上自己开采矿脉，生存点怕是不愁了。不过，现在我所要考虑的可不只是江城了，也不知道这些生存点够折腾几个城市。如果能用武器直接把陨石击成粉碎，那就好解决。但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就要考虑迎接陨石雨了。也不知道陨石的预估撞击点在哪，下次得问一下王毅。但愿不要再龙。丁，物资已全部入库，目前已有生存点76万，是否进行系统整体升级？升级？收到，预计升级时间10小时。这么慢？那岂不是要到明天凌晨了？不过我承诺的是1天内答复，倒也来得及。丁，系统升级完成。终于好了。恭喜宿主把系统升至最高等级，奖励生存点30万。升级需要60万，奖励才30万。你就说你要不要吧。要。快说说现在升级以后可建造的设备有些什么？现在科研所可研发建造大型防震设备、大型净化设备、超合金城墙等等，数量太多，可以自行前往科研所查看。有没有能摧毁陨石的武器？有，大型裂解炮，发射的能量能瞬间瓦解一颗直径30公里左右的小型非金属行星。不过，全能量发射一次后需要蓄能准备150个小时，6天左右才能发射第2次。直径30公里左右的非金属行星，那如果来的是金属含量高的行星呢？那就至少需要建造2座裂解炮。算了，我先去看看吧。查看裂解炮。好家伙，这么大一坨，下面还有个门。下面的门是操作室的入口，裂解炮威力巨大，目前授权操作人绑定在你身上，只有你能操作。当然，你也可以授权给其他人或机器人来操作，看你意愿。那就好，不然这么大个东西放我避难所里也不太好，放外面又觉得不安全。不过，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放置后我还是派遣武装机器人24小时守卫才行。裂解炮是攻击型武器，那有防御类的设备吗？有能量护盾，护盾最大范围直径80公里，最小范围直径2公里，范围越小越坚固，可自由调节范围。在最大范围时，可承受直径5公里左右的非金属陨石撞击；在最小范围时，能承受直径10公里左右的非金属陨石撞击。不过这已是极限，如果遇到的是全金属行星，能量盾是抵挡不住的。虽然挡不了目前这颗20公里的陨石，但是也不错了。就算遇到的是金属行星，裂解炮瓦解一部分，剩余的应该就能抵挡得住。对了，系统，制造裂解炮需要多少资源？我目前能制造吗？目前的资源要想建造还差得远，普通的金属物资你现在不愁，但是裂解炮除了金属物资外，还需要100颗能源石。能源石在蓝星上本就相当稀少，只会偶尔出现在一些超大型矿脉里，数量一般也就3到5颗。不是吧，系统，你这是要玩死我吗？这么稀少的数量还要100颗，我拿命给你换要不要？如果你当初能好好思考一下我给你的提示，早点向外拓展，开采矿脉，你现在也不至于1颗都没有。积攒到现在，就算不够100颗，那也不会差得太多。这是你自找的，末日生存哪有那么容易？卧槽，那系统里不是能兑换吗？兑换100颗能源石需要多少生存点？580万。啥？你说啥？我没听清。需要580万生存点。好吧，这次完犊子了。还剩余10来天，2座裂解炮就需要1160万生存点。官方那边提供的资源建造1座应该没问题，剩下的只能是向其他国家要了。系统制造10个探测器，完成后自动派发出去，目标只有1个，勘察超大型矿脉。对了，建造裂解炮需要多久？8个小时。王毅，要想击毁陨石，我可以制造裂解炮，它的威力能在瞬间瓦解一颗直径30公里左右的非金属行星，
但是制造需要的资源非常多，普通金属物资就不说了，你们这边应该是能足够提供。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100颗能源石，而且万一来的是一颗金属行星，那至少就需要2座裂解炮。如果材料足够，我能在10小时内制造完毕。还有，能源石如果实在筹不够，用足够多的普通金属物资也可以，只是需要的量可能会很离谱，具体的数量我会发一个文件给你，你看了就清楚。这个裂解炮的威力的确不错，但是建造需要的能源石，我们目前也只有110颗，之前倒是有200多颗，只是在做科研的时候用掉了。这样，我把情况反馈到上级，有特殊情况我会另外通知你。如果没有，这110颗能源石我会在早上7点左右送到你的居民避难所，时间紧急，你就先制造1座出来。有了食物以后，我们会向其他国家发出支援通告。能源石这东西大部分都掌握在大国手里，小国挖到了也用不上。如果实在筹不够能源石，我们就用普通金属物资来造，虽然数量巨大，但好在收集起来也容易。其他话就不多说了，有事情我们随时联系。离早上7点还有4个小时，我就先睡一会吧。丁，已入库110个能源石，是否建造裂解炮？建造需要时间8小时，请耐心等待。丁，裂解炮建造完成，已放置在距离居民避难所1000米的地方。看见实体更震撼啊！61号机器人进入操作室，传输图像过来给我，我要看一下内部操控室。不错，现在该通知一下王毅了。王毅，裂解炮已建造完毕，在我的居民避难所往东1000米处，现在有我的机器人在守卫。你来之前知会我一声，我好让机器人解除对你们的警戒行为。建造好了吗？太好了。对了，随我同来的还会有一个军队里的武器专家和一个科学院的院士，希望你能同意。可以。好的，我们1小时后到。这就是裂解炮，可以瓦解直径30公里的非金属行星，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想进去看看。可以，主人已经提前安排好，你们随我来。太先进了，虽然不能操作，但是只看这些材料工艺，就不是蓝星科技可以制造的。只要能让蓝星度过此次灾难就好，没有它，只怕此次蓝星上的所有生物又要被洗牌了。我们龙国不愧是有责任担当的大国，有这份气度。换作是 M 国，只怕是脑子里的坏水都包不住流一地了。潇洒，我们先走了。这下有了食物，后面关于能源石的事情，我们就好在国际上说话了。有什么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好的，保持联系。系统，我的监控能升级到查看外太空吗？我想看一下那颗撞向蓝星的陨石情况。可以，需要升级到最高等级。但是，就算以最高等级的监控范围，目前也只能看到这颗陨石的大概位置。这是我以它到达蓝星的时间推算出来的。只要能看到就行。升级成功，扣除生存点20万。我去，20万。系统，能推算出它的撞击点在哪吗？预计撞击点在一国往东2100公里的地方，具体坐标我已输入操控台，你可以自行查看。卧槽，那个位置是一片海洋，虽然没在龙国，但也并不遥远。一旦撞击，引发的超级海啸，龙国的沿海城市只怕不妙啊！丁，探测器已勘察到一座超大型矿脉，马上安排 N1 运送2台采矿基地过去进行开采，1台太慢了。另外，再制造10个探测器外出勘察。超大型矿脉实在太少了。潇洒，我们目前只收到了40颗能源石。现在的情况是 ，N 国联合了另外2个大国和一些附庸他的小国一起发出抗议，要求把另一座裂解炮建造在 N 国，并交由他们使用，否则他们不会援助任何1颗能源石，并且还大肆在国际上宣扬龙国威胁论，声称只要末日结束，龙国将会向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目前援助我们的只有1国和其他一些常年和我们交好的国家。
难道他们认为陨石落地之后，他们也能苟活吗？不过，一群土匪强盗为了利益以命相搏，好像也挺符合他们的身份的。只是，直到现在，他们都还觉得话语权是在他们手上吗？裂解炮这把利剑锻造好后，还没出过鞘呢。要不咱们把它拔出来试试刀锋？我们龙国也沉寂了太久了，久到一些阿猫阿狗都敢在面前乱吠了。王毅，你觉得呢？我也这么觉得，只是以目前这个情况，引发战争不是上策，所以只要小小的提醒一下他们就好了。可以，以他们这种土匪尿性，只要末日过后还会挑起事端，到时候就一并收拾了吧。蓝星也该清理清理垃圾了。你回去向上级汇报一下，顺带通知 M 国医生，实现明天中午12点以前把能源石送来龙国。超过1分钟，他们著名的帝国大厦将会永远消失。超过1小时，那帝国大厦所在的恩市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好的，保持联系。截止目前，并未收到。恩市的龙国同胞已在昨晚全部撤离。61号机器人进入裂解炮操控室，操作裂解炮，把发射能量设置在6000万分之一，攻击坐标 M 国、恩市、帝国大厦。这裂解炮还真的是分裂瓦解啊，毛都不剩一根，而且这么远的距离还能有这个精确度，牛逼！还好我提前升级了监控，否则还看不到这个威力效果。潇洒，这个裂解炮果然惊人啊！它的威力可以自由设定吗？这只是6000万分之一的能量发射。说实话，在这之前我心里还有点打鼓，但现在稳了。相信有了2座裂解炮之后，此次蓝星的危机定能解除。等我消息，想必 M 国的人半小时内应该就会到了。能源石已收到，总共236颗，我会在1小时内送过来。够快的呀，看来他们也是做了2手准备。能源石应该早就到龙国了，帝国大厦只是他们测试威力的牺牲品而已。系统，能源石入库后，帮我建造1座裂解炮。我先去睡一会，这几天没怎么睡觉，累死了。丁，第2座裂解炮已放置完成。好的，现在2座裂解炮都已准备完毕，就算是全金属的陨石，应该也能完全瓦解吧。潇洒，第2座裂解炮建造好了吗？还有没有什么需要配合完成的准备工作？已经建造完毕，其他暂时就没有什么了。对了，我这还剩余一些能源石，我可以帮你们设立2个能量护盾，每个护盾的最大范围是80公里，强度非常高，启动以后，就算一些小型陨石直接撞上去都没问题。你考虑一下，准备设在什么地方？想好了和我说一声。那太好了。对了，潇洒，和你电话上聊了那么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也是本国的人吧？现在高层非常重视你，想和你见一面。你看，目前来说，我没有这个打算，会面的意义也不大。我可以给你交个底，我的确是龙国人，你们放心，我的设备武器不会以任何形式出现在外国。至于见面，以后再说吧。我明白了。还有一个事情，裂解炮的有效射程有多远？发射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为保证以最大的威力击中陨石，我会在陨石进入大气层前发射，争取在大气层外就把它解决。2发裂解炮，相信就算没完全瓦解，经过大气层的燃烧后，也不会剩余多少了。那剩余的就全靠你了。接下来，我们准备把沿海城市的所有居民全部迁移到内陆，以防万一。要办的事情还有很多，这几天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联系我。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官方用了5天时间，迁移了所有沿海城市的人口，分散在了内陆地区。根据社区发放的时间表，分批次前往所分配到的地区避难所。交通方面，统一乘坐国家安排的列车，禁止自驾前往，把道路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同时，为预防灾后 N 国的老六行为，潇洒在自己的避难所布置了能量盾，承诺官方的2个能量盾，一个布置在首都，另一个布置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这让潇洒有点费解。不过看王毅的意思，并不想多说，潇洒也就没再追问。陨石预计会在明天上午11点20分左右到达大气层外。根据系统推算，
这个时间点就是最好的发射时机。虽然裂解炮的威力很大，但临近这一刻，我的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啊。所有蓝星生物的命运，此刻全担在我肩上了。但愿明天一切顺利。就是现在，61号机器人操控1号裂解炮，对准陨石，全能量发射。59号机器人操作2号裂解炮，对准陨石，全能量发射。怎么回事？机器人呢？糟了！呼叫裂解炮周围的所有机器人前往2号裂解炮，击杀入侵者，留一个活口。陨石已经穿过大气层。46号进入方向，对准陨石发射，赶快！终于结束了。这次裂解炮周围的守卫太少了，是我疏忽了，差一点就酿成大祸。这些龟孙子到底是谁派来的？主人，那个入侵者已死亡，检查发现是毒发身亡。做得够绝的呀！你下去吧。潇洒，这次真是悬啊！是不是中途发生什么事了？第2发裂解炮怎么会这么久才发射？是的，一群武装入侵者击毁了我的守卫机器人，还妄图进入裂解炮的操控室，只是最终没能得逞。我击杀了23个，剩余一个活口，本想留着拷问，谁知他自己服毒自杀了。我看他们这么充分的准备，应该是早已埋伏在了周围，而且他们是等第1发裂解炮发射击中后才出的手，时间上衔接的极为准确，不会是一般盗匪。第1发裂解炮瓦解了大半的陨石，剩余部分撞击到蓝星上后，遭受最大影响的就是我们国家和异国。而距离较远的国家虽会受到波及，但损失却不会太严重。如果他们的确是有意为之，那这个目的就十分明显了。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们龙国除了会遭受到陨石的正面冲击之外，还会受到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谴责，真是好算计。此事我会回去上报，一会我会派人来调查现场，顺带把那些死人带走。好的，有结果了后说一声。人类迎来了新生，撞向蓝星的陨石已被彻底击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这是一个奇迹。我们在这次灾难中看到了龙国的实力，也看到了他作为大国的担当。一国领导人在今早举行的国际灾后论坛会上如是说道。此外，众多的领导人也表示，龙国的科技力量已可引领全球，希望能在后续的时间里和我国产生更多的交流合作。灾后重生的感觉的确不错。陨石撞击已过去7天了，这几天也是我过得最爽的几天，10年来的所有压力全部卸下了。潇洒，关于裂解炮发射时闯入的入侵者，我们经过线索追踪，一直追查到 M 国旁边的 J 国，线索到了这里就彻底断了。但以目前所获取的所有信息来推测，很大可能就是 M 国所为，而且线索断了的所在地 J 国也是和他长期交好的国家。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下，还能做出如此肮脏下流事情的人，非他们莫属了。我们也不能被动防守，这种事情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是的，我们也知道，根据这几天传回来的情报 ，M 国和 Y 国、F 国的来往频繁，估计不会是什么好事。我们这次展现了超凡的科技实力，摇动了他作为世界霸主的根。根据以往 M 国对此类事件的应对策略来看，他们无非就是3种手段：经济打压、挑唆争端和直接武力镇压。前2种方法我们已经应对习惯了，武力镇压的话，以他单个国家的实力来说也不太可能。不过，如果联合了 Y 国和 F 国，那就不好说了。如果发生战争，我这里的裂解炮倒是个大杀器。只是裂解炮虽然威力巨大，但是范围却是它的短板，蓄能时间也比较长。这样，我晚一点回复你。M 国是一颗早晚都要解决的毒瘤，要想解决这颗毒瘤，得从根部把它挖出来。至于 Y 国、F 国，他们不过是 M 国的小弟而已，虽然不弱，但历史上我国以1打多的案例也不在少数，也算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技能了。放心吧，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此甚好。此次系统总体升级后，武器装备系统也全部升级了，现在能制造的武器装备，怕是随便拿出几样来都能任意拿捏 M 国了。
系统，目前我能制造的战争武器装备有些什么？丁，大部分的战争武器装备你现在都制造不了，因为此类制造对能源石的需求量非常高。以你目前4、5颗的能源石储备量来看，中高级装备是不用想了，低级装备倒是可以的。不是吧，系统，你就这么讨厌战争吗？武器装备的制造门槛搞这么高？我追求和平，要不是我所处的这个世界需要，我甚至都没有武器系统。好吧，那有没有不需要能源石的低级武器装备？有 A1 型战争机甲和 S1 型战机，两种都属于无人控制，只要在操控台输入坐标和行动指令，就会自行执行。具体的，你可去科研所查看。查看 A 型战争机甲和 S1 型战机。A1 型战争机甲自带30毫米和50毫米两种机炮系统，自带能量护盾，可全地形作战，充能一次可连续作战240个小时。S1 型战机最大作战半径15000公里，最高航速5.5马赫，雷达探测距离2500公里，单机挂载20枚小型空导弹。这两款的火力系统都是用的目前这个世界的科技，本来还以为会是激光之类的火力系统，果然一分钱一分货呀。不过单从数据上来看，已经可以吊打目前任何一个国家了，而且关键是便宜。现在装备确定了，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核打击。目前世界上的核打击互相之间都做不到拦截，所以有核国家之间一旦爆发核战，那就和拼命差不多。核弹来了，虽然我有能量盾，但能源石稀缺，覆盖不了多大范围，看来只能从拦截入手了。系统，有导弹拦截装备吗？没有这种设备。就是那种对方向你扔石头，你能把石头从半空中拦截击毁的设备啊。原来是这种效果，那你只用升级裂解炮的自动防卫功能就行了。升级后接入监控系统，就可以实现大范围的监控拦截。拦截时，裂解炮会自动使用低能量发射，以换取更高的发射频率和更低的能量损耗。对啊，我怎么没想到，以裂解炮的射程和精准度，陨石都搞得定，还担心区区一发核弹。现在就升级接入，范围半径的话，就设定10000公里吧。拦截类型设定为导弹类武器。丁，升级成功，已接入监控系统，需要查看或重新设定，可以到裂解炮操控室完成。王爷，这是我目前可以提供的2样武器装备，你可以看一下。对付 M 国这个老六，只要准备妥当，能先下手为强是最好的，省心省力。太好了，潇洒，这2样装备，随便一样都可以碾压战场。特别是这个战机，估计只要派出1架，就可以把 M 国搞到头大。机甲也不错，只是作为地面部队，火力稍弱了一点点。没有洲际导弹或轰炸机之类的吗？有，拿能源石来换。当我没说。放心，除了这些，我还可以解决一个决定胜负的大问题：拦截和打击。那没啥好说的了，这不打都说不过去了。你把拦截和打击的方案给我一份，我好向上面汇报具体的情况，我会尽快回复你。经过决议，龙国决定先做好战争准备，待到合适的机会，便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7天内，大量的官方物资运送到了潇洒的避难所，一批又一批的 N1 战机和战争机甲被制造出来，整齐地排列着，静待着他们的使命召唤。不错，有点当军阀的感觉了。警告！警告！监测到3枚核弹正向龙国飞来，测算打击目标为龙国首都裂解炮所在地荷兰市，裂解炮以自行发射进行拦截。王毅，刚刚有3枚核弹已被拦截，这是卫星传输视频，你看一下。我们已经知道了，这3枚核弹来自 M 国、F 国和 Y 国，在核弹发射的同时，他们3国已同时向龙国宣战。你知道他们的宣战借口是啥不？龙国即将让全世界步入几百年前的皇帝时代，众国为民，龙国为皇。为了反抗即将到来的暴行，他们将为了蓝星所有人的自由而战。离谱不？比他们之前在家随便舀了一管洗衣粉，就在国际上宣称是在对方国家发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借口还离谱。前段时间他们3国之间频繁接触，原来就是为了整这一出。如果这次你没能拦住核弹，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作为回敬，我们国家刚才已同时向 M、F 和 Y 国宣战，并回敬了他们3枚核弹。我去，这么精彩的事情，你现在才和我说？你等一下，我看下监控。
灾后就这么几天时间，他们就弄出这么多事情，看得出来他们的确极了。是的，但也可能是我们前几天分批通知海外同胞撤离的事情，让他们察觉到了不妙，所以狗急跳墙了。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战争已经爆发了，你的机甲和战机也到了上战场的时候了，到时候我们配合行动。不用，我估计他们在核弹被拦截时就已经傻了，再加上现在遭到了核打击，估计也没什么士气来战斗了。你们保存好实力，每一名士兵的牺牲对于国家来说都是损失。这次就由我的无人机甲和战机来打头阵吧。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潇洒整备清点了战机和机甲，分别设定好了攻击的目标。第3天一早，所有机甲进入了 N1 运输机，并在 S1 战机的护送下，向着安国的方向前进。What's going on? My radar does not see the enemy. And what about our wow? 不出潇洒的意料，遭到了核打击的安国，在看到登陆的机甲和战机的威力后，在第2天就宣告投降，并主动提出只要不变更政权，愿意签署任何不平等条约。龙国拒绝。10天后，安国灭。继 F 国和 Y 国投降后1个月过去了，龙国如今恍如又回到了1400年前的那个时代，渐渐步入盛世。战争结束后，潇洒把2座猎解炮和剩余的武器装备留给了官方，自己则归隐山林，悄悄在一处人迹稀少的地方重新建立了一个基地，正式开始了他的养老式生活。